第27课，时间是创造的，时间与永恒的关系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明明只是滑了一下手机，再回过神，2小时就过去了。或者你站在手术室外，等待一个亲人的消息，每1分钟却像1个世纪那么长。时间好像既真实又虚幻，它无声地推动我们向前，却又难以捉摸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时间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吗？换句话说，在有时间之前有什么？而上帝，他是在时间之中，还是在时间之外？这不是哲学课，这不是物理实验，而是我们这一刻要一起思考的信仰核心问题。从时间旅行说起， Netflix 上总有各种时间旅行影集，穿越未来，回到过去，与过去的自己相遇，拯救未来的地球。这些情节看似天马行空，但都在反映一个我们心底的渴望，我们想超越时间的限制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能回到过去，你会改变什么？你会不会想对高中那年错过的那段恋情说一声，我其实喜欢你？还是你会回到爸爸还活着的那一天，好好抱他一下？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想，是因为我们被时间捆绑住了，我们无法回头，无法快转，甚至连按暂停都不能。时间像一条单向通行的高速公路，我们只能往前走。但奇妙的是，在圣经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。科学如何理解时间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一件很颠覆的事：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时间和空间是连在一起的，统称为时空，会因为速度和重力而变化。在我们地球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些变化微乎其微，但在宇宙尺度下，时间会流动得快一点或慢一点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是物理实验可以证明的现实。所以时间并不像牛顿时代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绝对的容器，而是一种弹性的背景。而更惊人的是，时间跟宇宙一样有一个开始点。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永恒存在的，它是从一个极端密度的起点开始展开的。也就是说，时间本身在大爆炸那一刻被创造出来。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：如果时间有开始，那是谁让它开始的？我们习惯想象上帝在时间的最开始，但圣经的描述更惊人，他不在时间之内，而是在时间之外。诗篇90篇2节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彼得后书也提到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这些话不是在说上帝有超能力看很久的日子，而是在说他不受时间限制，他不是被时间绑住的受造物，而是那位创造时间的主宰。你可以想象一个作家写小说，小说里的时间在流动，角色在经历人生，但作者自己不在那个时间里，他可以决定角色什么时候出场，故事什么时候转折，甚至整个结局的发生时间。上帝就像这样的作者，而我们都活在他创造的时间之书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上帝在永恒中，那他为什么要创造时间？他创造时间是为了什么？这里有个意想不到的转折，上帝创造时间不是为了限制我们，而是为了让爱有可能。如果没有时间，爱就无法展现，因为爱需要等待，需要成长，需要记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我爱你，然后马上2人就结婚，
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，只在一瞬间完成，这还叫爱吗？真正的爱是要透过时间经历的，是等待对方下班，是一起经历挫折，是愿意陪伴，即使对方生病或老去。爱的故事是时间中才能写下的剧情，所以上帝创造时间，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学习什么是爱，也让我们在时间中可以自由地选择，我要不要回应他的爱。永恒不是无限时间，很多人一听永生就觉得是永远不死，然后继续做一样的事，做10000年，听起来像是个永恒版本的办公室地狱。但圣经里的永恒不是这个意思，永恒不是时间一直线拉长，而是一种超越时间，充满神同在与爱的状态。C.S. 路易斯在《返璞归真》中说过，我们的时间世界是片段的，像一部电影的分隔，但神看到的是整部电影同时展开，他活在永恒的现在。当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，他不是说将来会不死，而是说从你信他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开始进入他的永恒之中。我们每天都说我没时间，时间不够，时间去哪啦？我们为了赶进度，应付进度，争取时间而疲惫不堪。但如果我们知道时间不是偶然出现的，而是有目的的被创造出来的，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随机的时间旅行，而是一个有起点、有终点、有意义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作者不只是写下你的时间，更邀请你进入他的永恒。那我们看待今天的每一刻就会不同，我们不再只是活在时间里，而是活在爱的永恒计划中。结语：时间会过，神的爱不会。当你走在人生的时钟上，别忘了时间的起点与终点不只是天文学的事，不只是科学公式的结果，而是属于一位设计时间的上帝。他创造了时间，让你可以与他有关系，而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中，你可以选择踏进那无限的永恒。还记得我们开头的问题吗？时间之前是什么？答案不是什么，而是谁。在一切时间开始以前，有一位永恒的神已经等候着你。